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是一个未知的旅程，充满了起伏与转折。我们有时会经历一些光明的时刻，沐浴在幸福与喜悦的光辉中，然而也难免遭遇阴云密布的日子，内心充满了忧虑与低落。这些情绪，无论是正向还是负向，都成为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正是这些情绪让我们更加真实地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和作为一个人的无常与美丽。有时我们会忽略这些情绪的存在，对于低频情绪如愤怒、悲伤、焦虑等感到不安与排斥。社会经常给我们灌输一种观念，让我们以为正面情绪才是应该追求的，这使得我们对那些负面情绪心生恐惧，甚至不敢直视。然而，真正的转化不在于逃避或压抑这些情绪，而是学会接纳并与之和平共处。当我们学会拥抱自己的低频情绪，我们也能够与他们共同成长，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找回自己。或许你曾经听过一句话，情绪是能量，情绪的频率决定了我们的生命状态。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深刻的真理。每个情绪，不论是喜悦还是悲伤，都是一种能量的表现。它们并无所谓的好与坏，只是我们赋予它们的标签。而那所谓的低频情绪，其实正是我们进入成长和觉察的一个契机。它们提醒着我们，有些时刻，我们需要停下来，面对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并学会从中获得力量。当我们学会接纳负面情绪，我们也就在无形中改变了自己与这些情绪的关系。这不意味着我们要长期沉溺于悲伤或愤怒，而是当这些情绪来临时，我们不再抗拒它们，也不再让它们主宰我们的生活。我们能够平静地感知它们，并给予自己一些空间，让自己有机会将它们转化为更高频的能量。你可能会问，如何从这些情绪中走出来，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光明呢？这其实就是一个转变的过程。当我们学会不再抗拒情绪，并接纳它们的存在，我们的能量场便会发生改变。这是宇宙的吸引力法则所引领的奇迹。每当我们进入接纳与慈悲的状态，我们的频率便会与更高层次的能量同步，并开始吸引那些与我们的高频振动相匹配的事物与经历。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告诉我们，相频率的事物会互相吸引。当我们进入爱与接纳的状态时，我们的内在能量会不断地扩展，并吸引那些积极的经历与人事物。这不仅仅是表面的运气或巧合，而是一个深层的法则。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内心的平静与稳定始终是最强大的力量源泉。接纳情绪的另一个层面是学会慈悲。慈悲并不意味着对自己过度宽容，而是对自己真实感受的深刻理解与包容。每个人的情绪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个情绪背后都有着值得我们理解的原因。无论是愤怒、悲伤还是恐惧，这些情绪的根源其实往往来自于内心的恐惧与不安，或对过去经历的无法释放。当我们用慈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情绪时，我们不仅能够与自己建立更深层的连结，也能更好地理解他人，并以爱与关怀去包容这一切。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条觉察与显化的道路上，走着属于自己的旅程。我们会经历许多起伏，有的时候，我们或许感觉失落、迷茫，甚至会对自己产生怀疑。但请记住，这一切的经历都是在提醒我们该如何更加真实地面对自己，学会与自己的情绪和平共处，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与觉醒。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以更宽容的心态对待自己所有的情绪，不论他们是高频还是低频。
因为正是这些情绪塑造了我们丰富多彩的生命，而每一次的情绪转换都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展现自我、体验生命真谛的机会。让我们学会接纳所有的情绪，并从中汲取力量，迎接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当我们停止追逐，当我们开始吸引，这意味着我们将能量回归于自身，回到那个拥有无限潜能的自己。这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等待，而是与宇宙和谐共振，成为自己最真实的存在。当我们不再奋力地去抓住那些看似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而是专注于吸引它们时，所有的一切自然会朝着我们走来。这是宇宙给予我们的力量，它源于我们的内在世界，而非外在的奔波。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拥有无限的潜能。可惜，许多人往往被外界的需求所牵引，迷失于不断追逐的过程中。他们追逐爱情，追逐梦想，追逐财富与成功，仿佛这些美好的事物远在他们的前方，必须拼命去追赶。然而，这种外在的焦虑与紧张，往往使得我们的内在世界失衡，也让我们错失了与生命深层连结的机会。真正的吸引力法则，并不在于我们如何去追逐这些渴望，而是在于我们能否学会如何吸引它们。当我们将目光从外部的追求转回自身，当我们学会信任自己的价值与力量，那些看似遥远的事物就会自然地向我们靠近。宇宙会听见我们内心的呼唤，并以最适合的方式回应我们的需求。不再追逐，意味着我们不再将自己的一切希望寄托于未来，而是活在当下，享受每一个当下所带来的美好。我们开始放下对结果的执着，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每一刻。这样的生活不再充满压力与焦虑，而是充满了轻松与平和。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丰盛与幸福，并不是远在天边的梦想，而是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内心世界中，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和吸引。当我们吸引爱、吸引梦想、吸引丰盛时，我们并非在不停奔跑，在疲惫中寻找未来的某个答案。我们是在无所求的状态下，轻松地等待那份属于我们的美好。就像磁铁吸引着铁屑，我们的能量会吸引到与我们相匹配的事物、人物与机会。这是一种深层的信任，是对宇宙智慧的完全依赖。每当我们回到自己内在的力量时，我们也会发现，生命中的一切事物都开始以更自然的方式流动。或许曾经一度以为自己在无尽的追逐中迷失，但现在我们明白，最美好的东西不必追寻，因为它们早已经在我们的生命中准备就绪，随时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接受。每一个不经意的微笑，每一个充满温暖的拥抱，每一次心灵的契合，都是宇宙在对我们的回应。而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对待自己。当我们愿意相信自己值得拥有这一切时，宇宙就会开始安排相应的力量来支持我们。我们不再需要将自己的能量浪费在试图满足外界的期待上，而是专注于自己的成长与内在的和谐。当我们真正理解了吸引力法则，我们便能够活得更加自在，活得更加从容。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或对未来的目标失去关注，而是将目标设置在内心的发展与成长上。当我们在追求外部的同时，能够不断回归到自己的内在，找到那份安定与宁静，我们的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富足。这是宇宙的一种智慧，它告诉我们，真正的丰盛并不来自于外部的拥有，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平和与知足。每一个渴望幸福的人都应该明白，当我们学会吸引的时候，
这一切并非来自外界的努力，而是来自我们与宇宙频率的对齐。当我们成为自己想要吸引的那股能量时，所有的好事便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不仅仅是一种哲学的理论，而是宇宙运行的一种法则。当我们理解并运用这一法则时，便会发现自己从未如此接近幸福。吸引并非无所事事，吸引是从内心开始的一种力量，是对自己无条件的信任与接纳，是将自己的内在世界与宇宙的能量频率相匹配。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便会发现，生命的每一刻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我们不再执着于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恐惧，而是活在当下，享受每一个现在的瞬间。这是宇宙送给每一个人的礼物。当我们停止追逐，开始吸引，所有的梦想、爱与丰盛将会自动向我们走来。让我们学会放手，学会接纳，学会与宇宙和谐共鸣，因为那才是通往真正幸福的道路。那个拿掉工作头衔、身份光环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样子呢？当日复一日的脚步匆忙，我们是否还记得自己最初的模样？还记得那些曾让自己心动的事物？在这个日益快节奏的世界中，我们常常迷失于外界的期望与责任，却疏忽了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究竟是谁？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花时间去思考的生命问题。试着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自己，想象别人如何形容你。这不需要刻意去加上那些外在的标签，像是工作身份、社会地位等，而是要深入到你内心深处，那些不为人知的特质与兴趣。或许你会发现，自己曾经极度热爱的一些事情，现在已经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逐渐遗忘了。那些曾经的爱好，那些曾经给予你无比快乐的时光，是否还有机会再次回到你的生活中呢？也许曾经某些旧的梦想或目标，现在在现实的重压下渐渐消失了。你可能会开始思考，这些梦想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或者它们只不过是当时一时的兴致。然而，放下的过程并非一个简单的选择，而是一次关于成长与自我发现的旅程。当我们问自己，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时，这不仅是对过去的回顾，更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探索。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迷失，或是经历着一段无所适从的时期。这样的迷失，可能并不是偶然，而是宇宙的一种安排。它提醒我们，需要在混乱与不确定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当我们与宇宙的能量频率对齐，我们的心灵会自然地引导我们走向更真实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寻找自我，还是在与宇宙的共振中不断学习和成长。宇宙的法则总是深不可测，它的吸引力法则或许无时无刻都在发挥作用，让我们与那些与我们频率相符的事物和人产生联系。当我们放下对控制的执着，允许自己完全的信任宇宙的安排，我们会发现一切都在为我们的成长铺路。这些不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我们内在能量的一部分，吸引着那些符合我们灵魂频率的事物。每个人的生命旅程中都会经历一段过渡期，这段过渡期或许充满了迷茫与困惑，但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灵魂得以成长与转变。它可能是痛苦的，但也是必经之路。每一次的困难，每一次的挫败，都是我们自我蜕变的一部分。也许在这段过程中，我们会变得更加敏感，对外界的事物感到疲惫，甚至连曾经的兴趣也变得无所谓。但是，这一切都是在为我们清理出一条通往更高自我的道路。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能以更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一切变化，并用一颗感恩的心来看待每一个挑战，或许我们会发现，这些不舒服的过程正是在为我们带来更深层的自我觉醒。在这样的觉醒过程中，我们不仅仅是变得更加清晰，更是与更高的自我达成了一种深刻的连接。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其实都是宇宙在为我们提供的礼物。这些礼物并不总是以我们希望的形式呈现，它们有时是痛苦的，有时是让人迷惑的，但它们的深层意义，往往是在于帮助我们去了解自己，去面对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与不安。当我们能够在这样的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中心，我们将会变得更加坚强，并且准备好迎接更大的挑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命运。我们的每一个信念，每一个情感，都在不断地塑造我们的现实。当我们学会不再抗拒这些挑战，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它们，我们会发现自己不仅在与宇宙的能量合作，还在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经历痛苦与不安，而是说，这些痛苦与不安是我们进化的一部分。它们是我们突破自我限制的关键，是我们走向更高自我的契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不必过分担心结果，而是应该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选择，并信任宇宙的安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命目的，这些目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我们的成长而不断演变。当我们开始反思自己，开始重新审视那些曾经失去的兴趣与热情，我们也许能够重新找到那个曾经无所畏惧、充满梦想的自己。这不仅是一场自我发现的旅程，更是一段与宇宙能量和谐共振的过程。因此，当你再一次问自己，我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时，不要只是停留在表面的答案，让自己深入内心，去寻找那个你最真实的模样。也许你会发现，曾经的你和现在的你依然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只是那些曾经让你心动的事物，可能在日常的忙碌中被埋藏了。现在是时候重新拿起那些被遗忘的梦想，重新开始相信宇宙的吸引力法则，去吸引那些真正属于你的机会与关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宇宙赋予的奇迹。当我们选择以真实的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我们就不仅是生活在当下，更是在创造未来。在这个日常忙碌的世界里，我们往往容易忽略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拥有自己内在的力量。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感受每一天，如何回应每个眼前的挑战，并且无需将自己的情绪和行动交给外界的干扰。一开始，我自己也没有明白这一点，直到某一天，我开始真心的反思，并逐步领悟到，拿回自己的内在力量，其实就是意识到我拥有一切的决定权。我可以选择如何对待自己的情绪，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各种考验。我不再是外界情绪的受害者，而是自己的情绪掌控者。这一切从我决定开始。我知道，听起来这样的说法是多么简单，然而要做到并不容易。每个人都会遭遇不如意的时刻，内心的挣扎也许无法避免，但这不代表我们无法改变。在每一个清晰的意识时刻，我开始不断提醒自己，我才是我的第一优先。即便外界充满了纷扰，无论是来自他人或是环境的压力，我都试着将注意力回归到自己内心的感受，并学会照顾好自己的需求。这样一点一滴的练习，使我逐渐拥有了属于我真正的力量。宇宙中的能量无时无刻不在流动，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
这些能量的变化都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每一个宇宙事件都有它独特的象征和意义，而这些看似微小的瞬间，往往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引发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警觉，留意这些微妙的讯息，我们就能够在宇宙的引导下，做出改变的选择，让自己的生活走向更积极的方向。比如，宇宙的吸引力法则，这是一种引力，它提醒我们所谓的吸引，并非仅仅是物质上的得到，而是与我们的内在世界和外在行为密切相关。当我们愿意将焦点集中在自己的内心时，所有的能量场都会回应我们的选择，并且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支持。这样的能量流动就像是一场深刻的交流，宇宙和我们的内心达成共识，让我们的选择与行动更为顺畅和有力。但最重要的是，这一切的转变必须从我们自己开始。只有当我们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改变自己所处的现状。这就像是我们对自己的一种承诺，对自己的需求和感受负责任，并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步找回真正的自我。如果你现在觉得困惑或迷失，没关系，这也是正常的。许多时候，我们需要停下来，重新整理内心的思绪，让自己能够在这个变动的世界中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也许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每一次提醒自己，我才是我的第一优先，每一次让内心的力量回归，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当我们能够回到自己的内心，专注于自己的需求，并且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外界，我们将会发现，宇宙的力量其实早已在背后为我们铺路。每一个我们选择去专注的瞬间，都会吸引相应的能量和机会，帮助我们走向我们所渴望的方向。而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需要耐心，并且愿意从每一次的挑战中学习，进而成长。我们或许无法在短时间内看到显著的改变，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努力没有价值。正如宇宙中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在不断的积累力量，最终带来无可估量的影响。因此，当你在面对困境或挑战时，请记得，你拥有自己的选择权。你可以决定如何感受，如何回应，并且如何用积极的心态去迎接每一天的到来。这样的力量源自你的内心，来自你对自己真实需求的认识和回应。每一天都是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当你能够将自己的力量回归于内心，你将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切似乎都在为你打开新的可能性。而这正是拿回自己的内在力量的真正含义。在这样的过程中，无论外界多么喧嚣，无论挑战多么艰难，你都能够保持内心的宁静，并勇敢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因为最终，你是自己命运的掌控者，你所拥有的远远超过你想象中的力量。感谢你听完我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有帮助到你，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让我可以持续与你分享。也可以在评论中留下你的想法和经验，或是将影片分享给你的亲友。再次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